第27回内容主要讲述邱真人在白云寺召集道友进行修行的教导。他强调出家者应有看破尘俗的心，并且在修行中要克服贪欲与私心，提倡修行者要遵循道德与法则。邱真人也回忆起自己过去的修行艰辛，并鼓励来访的旧友们要坚持初心，克服困难，追求真正的道。后来，几位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来到白云寺，希望拜他为师。邱真人欣然接受，并提醒他们保持谦逊与慈悲。整体而言，内容强调了修行的真谛与心态的重要性。现在，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花落花开又一年，人生几见月长圆。打开名利无栓锁，烈火腾腾好种莲。话说邱真人走出山门，在袖内取出拂尘，暗将拂尘上棕丝拔断一些，吹口真气，向空抛去，被风吹散，不知落于何所。霎时来了无数道众，跟随邱真人进来，将寺内僧人唤进。白云禅师即于邱真人所居集贤馆住下，这些僧众散在各庙栖身。你道邱真人为何定要这白云寺？因北京地方王气正盛，如是九都之地，欲借此圣地开一开坛，演一演教。二者白云禅师应在南边发迹，开产三江一带地方。若久在京都守着这白云寺，终难开产，故此竟将这寺院占了，使他好向南去普度众生。故而天地真人各有其所，或利于此而不利于彼，或利于彼而不利于此。上士修真必取其相生相应者而居，其余相克相仿者则避之，此谓得其地利也。且说邱真人在白云寺召集道侣，不到1月便来了几十位道友，应酬事务，各派有职司，一时间热闹起来。邱真人见道友们闲愚不等，少不得开示一番。邱真人对众友曰：所谓出家者，出尘离俗也，必先有一番看破尘俗之意，隐居求道之心，方可谓之真心出家也。若一时忘记成仙，或因气愤，或贪安闲而出家者，是借道为由，而使安顿其身也。故猛勇心易起，长远心难得，以道为可有可无，所以终失玄妙。又有幼师医护，老来孤独出家者，不过悉无门以栖身，有何看破之事？总而言之，既来者则安之，管他破看不破，来在三宝地都是有缘人。进无门者不穷，出无门者不富，既入无门，当体无心。上者恭选打坐，中者诵经礼告，下者做苦做工，亦可以了出家人之事。人所不能者，我免而能之；人所不仁者，我心仁之。能者能绝情欲，仁者能人饥寒，如此则过于人也。要使心中空虚，勿容一毫障碍，勿起一点偏私，不为无人，更且无我。以我所无，而魔从何有哉？要在此虚无之中求道，功夫自得。若于做作上做功夫，反失真道。凡事量力而行，不过不及。失其大者成其大，失其小者成其小。傍绳墨而去，循规矩而来。虽不能成仙佛，亦不失为好人也。不枉出家一场。若只知晚寂是道，消法即僧，五蕴不空，四相未忘，外面俨然衣冠，内里几同禽兽。名利之心不淡，是非之心常存，奢华为念，只恐衣服饮食不及人，侥幸在意，常望所作所为皆如愿。如此之人，虽说出家，竟未出家，名呼为道，全不在道。以此看来，不及还俗归家，染苦为乐，
何必久恋玄门，迟到营生，造下无边罪过？今生既不能超拔，来世犹坠于苦海，是今生之福果未得，而来世之罪孽早种，当自思省。邱真人正言之际，山门外来了10余人，俱是高长大汉。你道这些人是谁？乃是当年秦岭山上搭救真人的几位好汉，赵弼、王能、朱九等，同着一伙弟兄到这白云寺来。原来他们昔日在秦岭山上救活邱真人，被真人说了几句罪福因果的话，把他们提醒，各自改邪归正，做了一个杂货生意，奔走幽燕之地，却也可以度活日食，一混10余年。赵弼、李雄、张健俱已老了，只有王能、朱九尚未留须。他们闻听人言白云寺有位邱大真人，是个有道之人，去岁祈祷甘霖，普救万民。后来又算皇帝娘娘定生太子，与白云禅师打赌，将一座白云寺赢在手里。他如今广招学道修行之人，在那里讲经说法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大家欢喜。赵弼曰：当年我们在秦岭山上救活那位老师傅，他牌儿上有邱某奉行之句，莫非他如今得道了？我们何不同到白云寺去瞧一瞧？张健曰：我们常行走访问有道之人，今者或可遂愿，也未可知。朱九曰：只要他有道有德，我等便拜他为师出家去吧。赵弼曰：诸兄弟之言甚是爽快。于是大家来到白云寺，正遇邱真人和众道友坐在大殿院里，论着出家学好的言语。见他们进来，邱真人即站起身来说道：众位好汉别来无恙。赵弼等皆认不得邱真人了，当下见问，忙答曰：蒙神天护庇，得获安宁。你这老师傅便在哪里遇过？一时忘怀，赶起明示。邱真人曰：不记秦岭山恶犯的道人吗？赵弼曰：道长就是当年指点我们那位老师傅吗？邱真人曰：不是，我是谁？赵弼等闻言一齐下拜曰：别后不觉10年有余，我等俱已衰朽，老师傅容颜转少，真有道之人也。昔日曾说过，老师傅得道之后，我等要来投奔，望老师傅将我等收留，愿拜在门下为徒。不知老师傅意下如何？邱真人曰：习承救命之恩，至今未忘。若说我得道，我实无所得也。不过仗道以开化世人，切乎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我昔日不过是警戒自己之意，谁知众好汉一闻此言，洗心革面，勇于改过，不失为好人。10余年守志坚实，今者看破红尘，要来出家，也是一桩快事。但既来出家，俱是前生积有善行，才能起这个念头。虽发心为僧为道，必谨遵法言法训，当要慈心下气，恭敬一切，不可使性纵情，妄念千般，更宜舍己从人，最忌伤生害命。勿为我不如人，遂起嫉妒之心，凶言他不及我，便生轻慢之意。莫将好胜心凌辱于人，修起杠高念，骄傲乎己。我不如他，是我修机未到；他不及我，是他时运未来。道无大小，力无尊卑，不论富贵贫贱，何分尊卑老幼？有道者为大，有德者为尊。好学者如金如玉，不好学者如草如毛。不卖金银财宝，只重仁义道德。天子出家不为贵，乞丐出家不为贱。我当年幼师医护，蒙兄长提拔成人，知与红尘无分，一心访道修真。始遇武师重阳真人，授以至道，又蒙师兄马丹阳身为指拨。自血骨分担之后，身自勉励，大恶72次，己至殒命，小恶无数，苦难尽言。然而我心如铁石，宁死不退初心。越受磨难，
其志愈坚。始在番西行苦功6年，其中困苦，何可胜言？常言苦尽甜来，一朝顿然醒悟，蒙天眷顾，履其雨泽，西降甘霖，一时名动地邦，身负宣诏。虽曰道果未成，到此地步亦非容易。尔等既要出家，当作思念，不以富贵动其心，贫贱移其志。是我身为已死之人，今于死中得活，当大起一个念头，求个不死之法，方可谓之至人也。邱真人话毕，赵弼等皆啼须流涕，痛念真人当年修道之苦。邱真人曰：不到苦之极处，舌根不净，智慧难开。今愿尔等当于苦处求之，受一番苦，即退一番魔障；受10分苦，而魔气全消也。真人话毕，择日与他观经晚祭，俱各取有道号，自不必提。又说皇后自私，我生下明明是个女孩，抱出殿去打了个转，却变成男孩，把白云禅师偌大一座寺院输给邱长春，这都是为我一人生出这段祸来。恐白云禅师心中烦闷，遂命内侍宣禅师入宫安慰一番，说为这小孩子致使我师受累。白云禅师曰：数算定是凤，不知邱长春用何邪术唤作男孩，诚恐非社稷之福也。皇后曰：当今以法子为念，本后也不敢申言。圣上得了这个孩子，敬邱长春如神仙，每日在御院内讲道谈玄，少回宫院。白云禅师曰：昔唐明皇在位，满朝文武称张果为神仙。唐明皇以毒药入酒中，使张果饮之。张果连饮3盏，口中说道：酒无好酒，肴无好肴。说罢，昏迷半刻，满口牙齿尽黑。醒来忙索御前铁如意，将黑齿尽行击落，闭口片时，满口后生白齿。唐明皇才信他是真仙下降。金娘娘何不学唐明皇故事，置注酒于案头，宣长春饮之。非若饮酒不死，即真仙也。皇后听毕，甚喜，即命内侍去宣。不知长春来饮酒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略施些小计，神仙也难逃。